Hello， 欢迎回到布频道，又来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的购物成果啦。这一期是 COS 的开箱实穿测评，有点期待，也有点翻车。我会一件一件跟你们说一下他们的优缺点，哪一些值得冲，哪一些不要浪费钱。这次有购入一些他们的新款和一些打折的单品。好，那么废话不多说，开始吧。首先，这条裙子它真的很 cos，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第一眼看过去就觉得哦好简单，但你再看一眼，穿上身以后会发现它真的把极简主义的高级感拿捏得刚刚好。它的设计非常的聪明，竖条纹自带拉长身形的视觉效果，搭配收腰的设计，很自然的勾勒出腰线。不管你是直筒还是梨形身材的女生，甚至会像我有点小肚子，手臂肉肉的，锁骨也不是很明显的，穿上这条裙子后，自然照样也能穿出好身材。因为它的剪裁不是紧身的那种压迫感，而是松弛带有线条感，舒适同时又显瘦。我尤其喜欢它腰部这种一节一节的松紧褶皱的设计，不是死板的勒个腰带，而是自然的收紧束形的。重点是它真的很舒服，吃饱了也不会有那种压力。这条裙子用的是微挺带点垂坠感的全棉，穿上身是很透气的。不管你是去上班约会，还是去咖啡店，或者是周末逛街，都能非常从容有气质的。像我今天搭配的是平底凉鞋加一个大草包，立刻是度假感十足。如果换成短靴加风衣，就能无缝切换到秋天的穿搭，是不是很万能？我知道很多女生买裙子最在意的两个点，第一个就是显不显瘦，第二个就是她穿的场合多不多。那这条裙子完美的解决这两个问题。它显瘦靠的是线条感和自然的腰线，好穿是因为它真的适合70%的日常场合，上班、聚会、约会、见家长都合适。下一条这条泡泡裙真的就是低调杀手，它的上半身的设计真的就是非常的安静、极简，乍一看甚至有一点不起眼，但镜头往下移就会觉得哇哦，这个下摆真的很有戏。COS 最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，它不会用浮夸抢眼的设计，而是用很克制的方式告诉你什么是简约而不简单。这条裙子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泡泡裙摆，它是有喷度的，不是像那种公主风那种浮夸感，而是带一点点雕塑感的立体剪裁，走起路来会轻轻的晃动，俏皮当中带点冷感的气质。你会整个人感觉轻了起来，像在空中飘着，但又不会显得用力过猛。而且这种裙摆超级的友好，不贴臀不勒腿，不管你是直筒身形的还是梨形的，或者是下半身比较有肉感的女生，都能穿起来特别舒服，特别有安全感。面料方面也有惊喜，它是那种微微的带光泽的锁织感，不太有弹性，纹理感清晰，拿在手上是有分量感的，不是软趴趴那种。穿起来线条是非常利落的，不会贴身，所以整个人上身就会显得特别精神。尤其这个深海军蓝色真的很适合喜欢冷淡风的极简风的女生，比黑色温柔一点，但依然显气质显贵。它的腋下剪裁是刚刚好的，不空也不暴露，因为很多无袖裙腋下面剪裁不好就会很尴尬。但这件不会，因为上身线条简洁，有一点点 A 字形的轮廓，所以即使上身没有曲线，它也能帮你照出身形。我本身是肩略宽的，有点小肚子，穿上它完全不显壮，也不会显小肚子，反而是整体线条更利落。这条裙子其实比你想象中它会更好穿。如果你搭配一个精致的耳环加凉鞋，很适合夏天聚会或者约会。换上平底鞋或者是运动鞋加一个小挎包，就是夏日通勤或者出门办事的一个很好的搭配。初秋的时候加一件修身的针织衫，又是一套温柔极简风的穿搭。它是属于那种看起来人没多打扮，但别人一看就觉得你是很有品的。这条是这期开箱最矛盾的一条裙子。你说它好看，确实是很美，美得像一幅水彩画一样。那种印花不是我们平时看到的规整图案，而是很有艺术感，带一点朦胧的橘色调的花草色块，有点像春野的野花被阳光洒开了的颜色，远远看非常的吸引人，氛围感很足。但是说实话，它不是一条谁穿都合适的裙子，它的剪裁从肩膀到臀部下方是完全没有腰身的，
没有做收腰的设计，整个上身是直直垂下来的。这种剪裁本来就很容易显方显壮，如果不是因为它的裙摆从大腿以下做了一个层次的变化，加上一些波纹和褶皱，我真的会觉得它让我的身材完全看不出线条来。说白了，它对身材比例不够清晰、身高不够高的女生来说是非常不友好的。如果你是娇小型、下半身比较圆润的朋友的话，你穿上这条裙子就会有一种被裙子吃掉的感觉，没有腰、没有型、没有重点。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的就是它没办法靠搭配救回来，你很难说它加个腰带就有腰身，或者是换个鞋子比例就好看。它是属于非常依赖穿的人本身气质加身形都要在线，才能够撑得起这条裙子。那种随随便便穿出门的功能性它是完全没有的。如果你正在考虑买这条裙子的话，我建议你自己问自己几个问题：你的身高是不是在168以上？你平时穿不穿不收腰不显曲线的衣服，你会觉得自在吗？你是不是喜欢那种偏艺术感、朦胧感，不那么强调线条的穿搭风格？如果你的答案都是 yes 的话，那你可能会欣赏这条裙子的氛围感和独特性。但如果你希望通过这条裙子显瘦、显腰、拉长比例，或者是百搭的话，这条裙子绝对会让你非常的失望的。最后这条裙子我试穿之后，真心觉得能不买就别买。它乍一看风格感是挺强的，整个设计也是当初吸引我的一个点。颜色是低调的棕黄调，有点像阳光洒在干草地上。但是上身之后立刻发现它真的非常挑身材。为什么说它挑人呢？整条裙子从肩膀一路垂到臀部以下，是几乎一刀切的直线设计，没有收腰，没有腰线。所以不管你原来身材有没有曲线，它都能帮你整成一个大 A 型，像一个展开的扇子一样。对我这种肩膀略宽、腰不是特别细的人来说，穿上就很宽很直，像整个人被包在一个长梯形里，完全没有曲线感。再加上领口的褶皱不大不小，又搭配了非常纤细的肩带，会让整个人上半身看起来更圆润。说白了就是很显胖。而且它的面料表面带一点反光，光泽感明显，所以这种视觉上的膨胀感又进一步加重了臃肿感。如果你个子偏小或者身形比例本来就不够修长，穿上它真的很容易显得没有精神，整个人会被裙子压住。材质上是亚麻混纺，摸上去的手感是顺滑的，它的布料自重比较重，不像我前面试的那几条那么的轻盈。但如果你家里有一条类似于这种裙子，没有腰线，穿上去觉得不好驾驭，像扣子这条裙子的话，有一个可以尝试补救的办法，在头部增加一些亮感来做平衡，比如戴个帽子，用发型拉高重心，但效果也是有限的。那这次我还购入了这两个小配饰的，我脖上这条项链和这个手环，来搭配这几条裙子。那穿搭下来，发现这两个真的非常的百搭，但我会更推荐买这条项链。原因是因为这个手环它有个小缺点。首先说说它的设计，3个特点：极简、干净、有力量感。它整体是用回收的铜镀银做的，表面打磨的非常的亮，有一种镜面感的光泽和雕塑一样的形态，搭配衬衫、西装或者是简单的 T 恤都会显得很有气质。我一开始被它吸引的点是它的雕塑感造型，开放式的手环，它整个边缘不是笔直切割的，而是带一点不规则的曲线，像是被雕出来的一样。这个设计的好处就是特别有设计感，比普通的圆形手环更立体，更有存在感。如果你喜欢拍照、穿搭、凹造型的话，它真的能为整体加分，尤其是搭配简洁的衣服，真的会很有现代雕塑感。它在我这里的问题就是卡得不够稳，我佩戴它的时候，在某一个角度或者是我手垂下来的时候，它真的会花出来。如果你的手腕是纤细的，最好是量好以后再去考虑要不要入手它。它的优点就是极简高级，设计感强，非常的出片。缺点就是不能调节大小，对于手腕纤细的女生就容易脱落，不适合高频的使用。
这条项链是石榴石串成的，这种石头它自带一点光泽，不会太亮，但会在光线下微微闪，有点像低调版的珠光。颜色是很深的 espresso 咖啡色，甚至带一点点酒红色调的底色，整体给人一种很温润、复古又有点神秘的气质。如果你平时穿的比较极简，黑白灰居多，那这条项链绝对是一个很棒的点缀。它不抢戏，但能稍稍的加一分质感，尤其是脖子如果部分留白，像衬衫或者是领子把你的锁骨露出来的，这条项链留在你锁骨线的位置就刚刚好，特别好看。它的设计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，就是不规则的珠子，每一颗都完全不一样，手感也很有趣，不是常规的那种规规整整的圆珠。整条项链你会发现它有一个银色的珠子，这个银色珠子其实是隐藏的扣子，设计的非常巧妙，看上去就像一颗装饰的珠子，其实是个纽扣。整条项链的连贯性很强，如果你是平时比较低调细节控的话，那这条项链就很适合你。这次打折我还入手这件衬衫，第一眼觉得颜色很特别，是那种香槟色的底色调配手绘感的印花，有种介于复古和现代感之间的清冷气质。我试穿上身以后发现我真的撑不起它的气质。我穿的是最小码，但上身还是觉得有一点偏大偏宽，尤其是肩线和袖子的部分。如果你本身是骨架较细的走甜美或者是日系风的女生，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压气场。如果你本身是很飒很都会感的女生，比如短发中性风，平时喜欢穿一些宽松的西装阔腿裤，那你会觉得它刚刚好，因为它需要本身有气场的女生去撑住它。我想夸一下这件衬衫的印花设计，它不像一般的印花那种密密麻麻，而是很有呼吸感的留白加线条感，像有人随手拿了一个毛笔在香槟纸上随手画了几笔，既随意又讲究，特别适合性格独立气质冷淡一点的女生。所以这件衬衫如果你穿的好看就是高级清冷，穿的不好看就像是偷穿妈妈的衣服一样。当然穿在我身上可能很普通，说不定穿在你身上就很惊艳。下一件试穿的是这一件真丝上衣，它给我的第一眼感觉就是好有雕塑感。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下摆那个微微扭转的设计，像是随手拧了一下布料，然后形成的一个不规则的弧线。面料采用的是100%的真丝，质感是那种哑光低调的光泽，不会很光亮，是有点肌理感的丝质，穿起来是舒服的，属于春夏都很好穿的轻薄款。正面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利落，弧形下摆在视觉上对小腹区域有一定的修饰作用。但这件我买大了，其实可以再买小一码，会更修身更显精神一点。这次还试穿了 COS 这一双拖鞋，米色的，它的实物的颜色看上去真的很温柔很低调，很适合夏天搭配白裙或者是浅色的裤子。第一眼我喜欢它不对称的设计，粗细肩带这种层次感，有一点轻法式的感觉，穿上视觉上蛮高级的。先说说穿感，首先我平时穿的鞋子都是以牛皮为主，偏厚，有一定的缓冲，所以当我一上脚穿它的时候，就很明显会感觉我的脚底变薄了，整个人有一种踩在地板上的感觉，比平时硬了不少，但是却比平时凉快了很多。然后它的鞋垫里面是做了符合人体工学凹凸的设计，会很明显有一种脚部被按摩到的感觉。理论上它应该是加分项的，但是由于我是平足，所以我脚底会很明显有一块凸上去的部分，它的存在感太明显了，不像我平时穿的鞋子，确实会有一点点别扭。视觉上我发现它会让我的脚显得偏宽一点，可能是因为这双鞋的设计有点横向拉伸的感觉，尤其是我这种脚背没有特别薄的，穿上去之后视觉重心会往两边散开，不像有些鞋子会收住脚型。总的来说，这双拖鞋的优点就是它比较轻，穿上脚很凉快，层次感很强，加上又有设计感。缺点就是它比较挑脚型，并不适合
脚型不太标准的女生。最后帮大家列了一个 COS 的单品，就是这款包包。2大缺点，第一个就是手感偏硬，它整个 handle 摸上去就是硬邦邦的那种。第二个就是不贴合身体，就背上去的时候它会老滑下来，没办法固定在你的肩上，就很难受，一点都不推荐大家买这款包。以上就是 COS 单品的实穿测评，总结一下，有些设计确实很有品牌的质感，但有一些确实非常的不实穿。希望这些亲身体验可以帮你们避个雷，选到更合适自己的单品。喜欢这类开箱测评的朋友，欢迎帮我点个赞，加个关注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